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华池县下的一个小村庄，有个孩子叫孟子民，父亲早亡，母亲没了依靠，便丢下他独自改嫁去了。孟子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幸好有左邻右舍的帮助，吃着百家饭才得以活命。一转眼，当年那个如同小乞丐般的孩子已长到16岁，虽生活带给他苦难，他却仍有一片赤诚之心，见有人需要帮助，他会力所能及，从不推辞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如果没有村里叔叔婶婶爷爷奶奶帮助，他恐怕早就死了。行善必积德，好人有好报。随着他长大，村里帮助他的人也都老了，孟子民经常去他们家里帮忙挑水劈柴，照顾得周周到到，老人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，见着他已到成家立业的年纪，纷纷为他张罗亲事，可说了好几门，要不嫌他穷，要不他说不合适，日子就这样一日日过去。平日孟子民会去打猎捕鱼，换些铜钱度日，虽无积蓄，却也过得自在。一天，孟子民照旧上山去打猎，今天运气好，带到几只野鸡兔子，采到些采药，能去镇上换些铜钱，将东西卖给熟悉的药店和酒楼后，街上传来女子的声音，哭声哀伤而悲切，不知发生何事。循着声音，走到一条偏僻的小巷，那有一个10几岁的年轻女子趴在一个人身上痛哭。孟子民想问问能否帮上什么忙，便走了过去。奶奶，你醒醒，我害怕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吧。女子说完，侧身想将人扶起。孟子民这才看清，地上的人是一位面色枯黄的老太太，头发花白，衣服破旧不堪，在女子的搀扶下，只能吃力地靠在她怀里，无力起身。随着她越走越近，看清了老人浑浊的双眼透着一丝光亮，嘴巴干裂，看着孙女说道：好孩子，奶奶累了，想休息了，奶奶没能照顾好你，我苦命的孩子，我死后就将我用草席一裹，放在那乱葬岗吧，别为了我求人。奶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你嫁人。你……老人话还没说完就闭上了眼睛。女子悲声呼喊着：奶奶，奶奶！可惜老人再也没了回应。女子嚎啕大哭。孟子民看到眼前生离死别的情景，也难受得紧，眼圈泛红。亲人离世却无能为力的感觉他懂。父亲去世时，他虽然懵懂，却也知道以后没有伟岸的肩背可以托起他飞翔。村里这2年也有老人相继离去，想起他们咧着嘴笑得一脸慈祥的样子，孟子民心里发酸。他知道此刻女子最需要痛哭发泄一番，不敢贸然打扰，站在一边没有作声。等女子哭累了，孟子民才走上去给她打招呼：姑娘。女子叫詹珍，父母早亡，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几个月前，爷爷因病离世，叔伯们将家里霸占，却无人愿意奉养奶奶。奶孙俩活不下去，便来投奔镇上的姑母。可来了才知道，姑母已经去世2年，姑父娶了一个田房，是2人为打秋风的累赘，将他们赶了出来，身上没有银钱，也没地方居住，于是白天讨饭，晚上睡在破庙里，风餐露宿。这些日子吃尽了苦头，奶奶年纪大了挨不住，夜间受了凉气，染上了风寒，因没钱医治，越拖越严重，再加上又饿又累，就这样离开了人世。看着詹珍红肿的双眼和瘦小的样子，孟子民不忍让她独自面对一切，提议道：詹姑娘，你先等我会，我去买副薄棺，将你奶奶安葬了吧。詹珍又悲又喜，还未从失去奶奶的悲痛中走出，却又遇上好心人，不至于让奶奶曝尸荒野。她哭着磕头：你安葬了我奶奶，便是我的大恩人，我身无长物，无以为报，
愿以身相许来报答恩公。孟子民这样做是出于善心，根本没有想过要他报答，就说道：举手之劳而已，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詹真咬着嘴，泫然欲泣道：莫非恩公嫌弃我？孟子民赶紧说道：张姑娘，不是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实在是家中贫寒，我怕苦了你。我如今无家可归，身如浮萍，恩公大义，跟着你吃糠咽菜也乐意。孟子民见他说的情真意切，那双水盈盈的眼睛此刻期盼地看着他，拒绝的话却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了。詹真说的也有些道理，虽然自己给不了他好生活，但至少能有一个家，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出去一趟捡回来一个大姑娘，村里人得知后都为孟子民真心高兴，帮着打家具装扮新房，张罗酒席，两人喜结连理。掀开盖头，今日装扮一番的詹真让孟子民看呆了眼，只觉得她的唇格外莹润甜美。随后大地在膨胀，流水滑向了低处，叶很长，足以熟知每一个转弯抹角，一草一木在黑夜里也不会迷途。两人新婚燕尔，如胶似漆，每日都在为小日子努力奔腾着。孟子民每日上山打猎，干劲满满，詹真则在家纺线织布，缝制鞋袜，卖钱补贴家用。日子虽艰苦，可也很甜蜜。就这样过了2年，在夫妻2人的共同努力下，他们手里也积攒了一些银子。孟子民不想一直让詹真过苦日子，就打算跟着跑商的人做些小买卖。詹真虽不舍，却也支持丈夫的行动，在依依不舍中目送他离去。1年中期盼盼，到年底的时候，终于等回了孟子民。久别重逢，夫妻2人自是喜极而泣，恩爱缠绵，幸福的时光短暂。过完年，孟子民又要出去做买卖，为了把日子过得红火，夫妻2人只能再次离别。孟子民想过带着詹真一起，可跑商的路子太过危险，流匪天灾防不胜防，怕妻子受到伤害，只能强忍着满腔不舍大步离去。银钱越赚越多，小夫妻也聚少离多。再一次归家后，孟子民对詹真说：我再出去挣些钱，咱们就过安稳日子，再也不分开了。詹真紧紧抱着他：相公，那你快些回来，我一个人在家好孤单啊。两人激情相拥，为离别做最后的疯狂。转眼又要过年了，詹真每日守在门口向归家的路张望，直到一个人的到来，才让他彻底绝望。那人是孟子民跑商队时认识的同乡赵林，他满身伤痕带回消息，归来途中商队遇到山匪，孟子民反抗时跌落山崖，丢了性命。山崖陡峭，却是连尸身都无法找回。詹真觉得天都塌了，离别时的甜言蜜语犹言在耳，此时却物是人非，浑浑沌沌2月，在后山的松林给孟子民做了一个衣冠冢，每日往那跑。后来干脆在坟前搭了一个简易茅草屋，时而在那居住。这日，詹真祭拜完成后，准备去村里带一些吃食，却在松林被李大强堵个正着。李大强是村里的外来户，长得满脸横肉，人也是好吃懒做，不学无术。他早就对詹真垂涎3尺，此刻贪婪地看着詹真秀丽的脸庞，如今清瘦了些，平添些楚楚动人。他吞了吞口说：真娘，你从了我吧，我可比孟子民那短命鬼强多了，人死都死了，你守着有啥意思？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保证绝不让你受一点委屈，让你每日快活得像神仙一样。李大强一边说，手一边向詹真身上摸去，想趁机占点便宜。詹真急忙后退，拔出头上的发簪，对着自己脖子威胁道：李大强，你别过来，你过来我死给你看。李大强孔武有力，詹真知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威胁不了他，那只能拿自己命去搏。如果他不就范，大不了去陪相公，美人还没到手。李大强可不想摊上一条人命，
见状连连摆手，好好好，怕了你，你把簪子放下，我们商量商量。真娘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就应了我吧。詹真说道。李大强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哪怕我现在是一个寡妇，也不会嫁给你。李大强心中升起了怒火，问我哪里比孟子民差了？你这么讨厌我，是你比不上我相公的一根头发。李大强怒道。好啊，有本事你一辈子都别改嫁。詹真说，我改不改嫁与你何干？你再不走，我喊人了啊！如果让村子里人看见你欺负我，看你还有何脸面？李大强点了点头，行，我走。说罢，做事转身离开。詹真见状松了一口气，可就在这时，李大强忽然转身，飞扑到詹真身边，夺走了他的发簪。李大强将簪子一扔，一把抓住詹真，你真以为我会放过你？呵，给你不要脸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贞洁烈女。詹真挣脱不开，大惊，李大强，你卑鄙下流！李大强狂笑，我就喜欢你这股劲，哈哈，本来你在村子里我还没法下手，没成想你来这荒郊野外替着死鬼守孝，便宜我了，哈哈哈哈！一边说，一边将他搂在怀里，一张臭嘴迫不及待地啃了上来。詹真拼命地挣扎，想要摆脱他的纠缠，可他身小力薄，哪里是李大强的对手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个男子一拳打在李大强的后脑勺，李大强眼冒金星，松开了詹真，捂住头，怒吼：哪个龟孙子偷袭？你爷爷我赵林！李大强，光天化日做这等糟践人的事，你就不怕天谴吗？李大强见事情败露，今日也讨不了好，悻悻地走了。临走前，他冷冷地看了赵林一眼，眼中露出一丝冷笑，你等着。赵林见李大强离开，扭头对詹真说，弟妹，这恶霸已经走了，没事了。我就说你不应该来这里，我知你们感情深，但今天若不是我想来祭拜孟老弟，你岂不是受了委屈？詹真微微欠身，给赵林行了一礼，说道，赵大哥，多谢相助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只是万万没想到李大强会这么胆大包天。赵大哥，进屋喝些茶吧，今天我也不走了，怕李大强在路上拦我。赵林闻言点点头道，麻烦弟妹了，你放心，我与子民情同手足，绝不会让你被人欺辱。我在此处逗留一会，那厮如果敢回来，我定狠狠教训他一番。詹真道谢后，带着赵林进了屋。待坐定后，詹真拿起茶壶给赵林倒了一杯清茶。赵大哥，这茶是我采的新茶，你喝喝看合不合口味。赵林拿起茶杯喝了一口，顿时觉得茶香扑鼻，满口留香，不由得称赞道，好茶。詹真笑道，赵大哥喜欢，待会走时可以带些。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喝茶，不知不觉一壶茶已下肚，不知是天气原因还是其他，赵林只觉房中闷热，让人心浮气躁，起身想要告辞，却见詹真眼神逐渐迷离，眼见就要瘫倒在地，他急忙过去将人扶住。詹真如同一滩软泥瘫倒在赵林怀里，随后睁开眼睛，一勾手环住了赵林的脖子。夫君，你好狠心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就知道你没有死。赵林听詹真如此说了之后，顿时明白他这是将自己当成孟老弟了，而且现在样子明显不正常。他看看茶水，又想到刚刚赵大强的反应，暗骂一声，想要将詹真推开。忽然詹真猛然抱紧了赵林，嘴里发出低吟，似哭似笑，婉转动人。赵林一壶茶也喝了大半，只是走南闯北这些年，身体多多少有些抵抗，现抱着娇软身躯，闻着诱人的味道，一时间脑子也糊涂起来。他越来越有些控制不住自己，想要将人推开，却觉得使不出那个劲。眼前的詹真脸色微红，
眉眼带笑，让他想跟随那个感觉沉沦。就在两人昏昏沉沉想要秉着本能行事时，大门被人撞开，一群人闯了进来。李大强冲在最前面，指着二人大声惊呼：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詹真竟在王夫墓前同男人做这种无耻勾当，真是不知廉耻，可怜了孟子民，此后竟受到如此侮辱。赵林，万万没想到你打着照顾的借口做这档子事，原来是这样照顾的。呸！孟子民怕是死也不会瞑目。村长，你说这事怎么处理？赵林见到这么多人时脸色大变，哪能还不知道这是中了李大强的圈套？现詹真扑在他身上，两人衣服凌乱，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詹真此时也稍微清醒了些，原本桃红的脸顿时吓得发白。他不知道刚刚做了什么，但看到衣服半脱靠在赵林身上，哪怕再迟钝也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他知道这事对女人的影响有多大，吓得浑身发抖，悲从心来。赵林向其中一位老人说道：村长，你听我解释。住口！没想到啊，子民拿你当兄弟，你却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来。老人使劲敲了敲拐杖，痛心疾首，指着詹真说道：还有你，当初子民安葬了你奶奶，你们成亲大家伙也都真心祝福，现在他去了，如果你要改嫁，我们都没什么可说的。可是你，现在他尸骨未寒，你怎么能？詹真知道现下这种情况说什么也都没用了，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闭口不言。跟来的村民议论纷纷，各种刺耳的话传入耳中，令他近乎崩溃。这詹真看起来温柔贤惠，没想到竟是这种人，当初真是瞎了眼。可怜子民那么好的孩子，可不是吗？要不是为了让他过好日子，他能出去赚钱吗？现在还没了命，可怜哟。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村里的人都念着孟子民的好，见他人去了，捧在手心上的人却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来，纷纷要求押到村里祠堂，让他们忏悔，3日后审判接受惩罚。詹真和赵林被几个村民带走了，李大强看得畅快不已，他得不到的那谁也别想得到，毁掉是最痛快的做法。3天后，村里开了审讯大会，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来了。这几日两人只喝了些水，现在被扔在地上，虚弱至极，大家都对着他们指指点点。李大强满脸得意，站出来说道：李林，你苦心积虑，接近巧娘，今天要不是我撞见，可真让你把大家伙蒙在鼓里了。赵林呸的一声往他身前吐了一口唾沫，恨恨地说道：李大强，你什么心思什么人大家都知道，我是冤枉的。我知道如今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，但我相信真相总有大白那天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早晚会有报应的。李大强厉声说：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大家都看到了你们的勾当，还想抵赖不成？又转身朝村长说道：村长，这小子嘴硬不肯承认，直接沉塘吧。村长看着詹真问道：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詹真神情悲伤：我是冤枉的，如果我死，那是自愿陪相公而去，而不是这莫须有的污名。村长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们绝没有做那苟且之事，这一切都是李大强的毒计。他那日想侮辱我，幸而被赵大哥所救，将他赶走，谁知他早已在我的茶中下毒，我们喝下茶水，便发生了你们见到的一切。相公去世后，我在这世间也没了挂念，这辈子能嫁给他是我最大的幸福，我愿意去陪相公，但是赵大哥是冤枉的，求您放了他吧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村长犹豫不决，不知谁真谁假。这时，一个小孩忽然冲了出来，拦住众人，走到村长身边：爷爷，你抓错好人了，赵大哥和詹姐姐都是好人，他们只是被人害了。那天我去后山玩，我看见这个坏人先偷偷去了詹姐姐屋子里，然后又拦住了他，
多亏赵大哥打跑了他，孟哥哥也没死。他一会就到，孟哥哥相信詹姐姐，他不要他死。啊，子民没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正在众人议论纷纷时，通往祠堂的路上走来一个年轻的身影，跛着脚快步向这边走来。真娘，我回来了。听着这声迟来的呼唤，詹真泪流满面，无声地看着他的身影走来。孟子民走上前来，将二人松绑，朝着周围的乡亲们打招呼。随后他对村长说道：叔，我相信他们是清白的。赵大哥的为人我了解，真娘是我的枕边人，我更是了解，他们绝不是这种人。路上我也听小虎说了，这定是李大强的奸计。李大强见众人眼睛看来，心中有些慌，头也不回就准备要跑。赵林一直盯着他，见他有所动作，直接上前将他绊倒在地。摔倒时，怀中一个瓶子滚落出来，上面写着合欢散3个大字。见着眼前的一切，众人哪里还能不明白，纷纷向詹真和赵林道歉，也恭贺孟子民平安归来。等人群散去，詹真激动地看着孟子民，似乎不相信这些是真的。等3人回屋里坐下聊天时，才明白这一切。原来当初孟子民的确掉下了山崖，却掉在突出的平台上，侥幸捡回一条命，可惜腿却残了。后来幸得过路人相救，可是腿却受了伤，无法行走，养伤花了些时日，待好转之后，就一刻不敢耽误赶了回来。幸亏路上遇上了小虎，让他先来阻止了这一切发生。孟子民站起身冲赵林作揖，多谢赵兄近日来的照顾。赵林连连摆手，说道：如果不是你，我们那一商队怕是都无法平安回来，该道谢的是我才对。然后不好意思挠挠头，今日之事实在抱歉。如今你已平安归来，我也该去实现心中理想，见遍千山万水，吃遍天下美食了。孟兄弟，告辞。说罢看向詹真，詹真却眼也不眨地看着孟子民，生怕他再次消失。赵林利索地转身离去，去实现想做之事。此刻屋里就孟子民和詹真2人，詹真终于痛哭出声，扑进了爱人怀里。相公，相公，一边大哭一边叫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不是做梦。孟子民也哽咽着说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你再也不要走了，我说过陪着你吃糠咽菜也愿意。好，2人紧紧相拥，互相倾诉着彼此的思念。夫妻该是这样，同林鸟，互依偎，不离不弃，忠贞不渝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